没想到我在火锅店丢失的手机居然出现在了家里。周末晚上，我和2个闺蜜去火锅店一起庆祝我通过公考。在酒足饭饱后，我准备结账，却发现手机不在包里。刚才还拿出手机拍照来着，我以为落在了桌上，赶紧转身寻找，手机却不在桌子上。小鹿也摇头说没看见。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小鹿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号码，将电话递给我。随着几声嘟嘟的提示音后，对方接起了电话。你好，我是电话的主人，谢谢你捡到了我的电话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尽量心平气和地沟通，不敢惹怒对方。然而，电话另一端则是一阵诡异的沉默。我有些生气，忍不住质问对方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手机？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我的话音刚落，手机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手机差点甩出去。可恶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我的手机可是有定位装置，小心我报警抓你！心吓得砰砰直跳，我的语气也变得粗暴。对方再次发出诡异的笑声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等我再打过去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对方嚣张的态度让我很恼火，我气冲冲地去查店里监控，决定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。可惜我们坐的位置恰巧是监控死角，什么都拍不到。韩雪从厕所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安慰我道：“别闹心了，我给你买了个新的，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。”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致，我又露出了笑容，和他们跑去 K 歌。几个小时后，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，打开灯的那一刻，我被吓得愣住了，困意全无。我的手机竟然出现在了客厅的桌子上，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再看过去，手机依旧躺在桌子上。我的心越来越慌，人也不自觉地颤抖。竟然有人潜入了我的家，他还在我家吗？我惊慌失措地抓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卧室里突然传来了之前那个诡异的笑声，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眼泪不停地往下落。他真的在卧室里。我用力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笑声终于停了下来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手里握着防狼喷雾，决定去卧室一探究竟。打开灯，我用防狼喷雾尖叫着冲空气一顿乱喷。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床下没人，衣柜里也没有。我把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一遍，都没找到。我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拿出手机想报警，但警察应该也不会立案，总不能说我遇到灵异事件了吧。夜里，我刚勉强入睡，那诡异的笑声再次在我的耳畔响起，我心里怕得要死，却不停地做心理暗示，这是幻听，这是幻听。我把头钻进被子里，用力地捂住耳朵，浑身抖成了筛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笑声消失了，总算熬到了天亮。我还来不及松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被吓得两腿发软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一个低沉的男声在门口响起。放在门口吧。听说是送快递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快递员应了一声，脚步声越来越远。等等，我最近根本没在网上买东西，哪里来的快递？我再次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着门口，身体不自觉颤抖一下。我在猫眼观望了很久，直到确定外面没有人，才灰溜溜地将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竟然装着一套颜色鲜艳的衣服。我拿出来一看，上衣的胸前绣着一个大大的寿字，这是给死人穿的衣服，衣服的旁边还标注了我的名字和尺码。我吓得直接将衣服扔在了地上，谁这么缺德，竟然如此诅咒我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两只手不停地在衣服上蹭来蹭去，仿佛只有这样驱走这套衣服带来的晦气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里再次响起了诡异的笑声。没想到我丢失的手机却突然出现在家里，就在刚才，我还收到了一个装着我一样尺码的寿衣。这些到底是谁干的？这诡异的笑声又在卧室里传来，而我却没有走进卧室的勇气，崩溃地夺门而逃，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。我刚冲出单元门，就接到了小鹿的电话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我买了早餐去找你啊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小鹿和韩雪赶来时，我坐在台阶上发呆。天气很暖，可我依旧冷得发抖。看到客厅里的寿衣，二人的脸色也很难看。小鹿戴着手套口罩，将它扔进垃圾桶。我可能被坏人盯上了。我牙齿打着颤说：“不会吧，你又没和别人结过怨。”韩雪握着我冰冷的手。那它是怎么回事？总不能是我自己买的吧？我指了指垃圾桶，两个人没有说话，怪异地看着我。不可能是我自己！我尖叫着，掏出手机打开某宝，看到购买记录后，眼前一黑，坐在沙发上。你怎么了？你们看看这个。我脸色铁青，声音怪异地把手机递过去。那寿衣真的是用我账号下的单，下单时间是前天晚上10点。我十分确定当时我在家里睡觉，那晚我哪都没有去。一定有人潜入我的家里，动了我的手机。还有那瘆人的笑声也是他搞的鬼。昨天我的手机也是被他偷走的。我愤怒地攥紧拳头。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才会这样的？
小鹿担忧地问我，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精神出了问题？二人的沉默已经给了我答案。你们相信我，我的精神状态很好，我真的听到了笑声，也不可能发神经买这种东西，一定是有人想要整我，我要报警。你这种情况，警察不会处理的。韩雪的话像一盆冷水，把我浇得透心凉。放松心情，你就是太累了，我们在这里陪你。小鹿伸出手指为我按太阳穴，手指上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。入夜我有些恐慌，生怕又有怪事发生，但好在小鹿和韩雪在身边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我睡得正香甜时，那笑声又出现了，在寂静的夜里让人毛骨悚然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身边的2个人都还睡着。我用力推了推小鹿，小鹿茫然地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问我干什么。听到了吗？那个笑声又出现了。我因为紧张声音变得嘶哑。什么声音啊？你睡傻了吧？小鹿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支棱着耳朵听。你没听到？根本就没声音啊。小鹿言之凿凿，可这笑声明明就在。我不服气，又把韩雪叫醒。韩雪的反应和小鹿如出一辙，她摸了摸我的额头。哪有什么声音啊？你睡糊涂了吧？你们真的听不到吗？我用力咬紧嘴唇，眼泪急得都流了出来。小鹿和韩雪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彻底崩溃了，用力地抓着头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打算跳下床寻找声源，笑声却戛然而止。卧室里又陷入了寂静，深深的无力感让我彻底绝望。难道我的精神真出现了问题？我抖着肩膀，把脸埋在腿间。别担心啊，乖乖闭上眼睛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韩雪贴心地哄我，我闭上眼睛乖乖躺下。可诡异的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迷迷糊糊间，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3人同时睁开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彼此。时间定格在凌晨12点，一个陌生号码在屏幕上跳跃。我吞了一下口水，迟迟不敢接通，生怕电话里又是恐怖的笑声。小鹿和韩雪的脸色也很差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。电话始终没有挂断。韩雪皱了皱眉，按了接通键。你好，外卖，麻烦拿一下。女性外卖员的声音响起。我根本没订过外卖。巨大的恐惧感将我深深包围。我只负责按订单信息配送，订单信息显示了您的电话和地址。我仍抱着侥幸心理，打开外卖平台，看到订单记录后，我的心彻底坠入了谷底。你放门口吧。我对外卖员有气无力地说，订单是40分钟前下的，是我经常光顾的饭店。肯定是我手机的问题，还已经被邪祟附体。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是我精神出了问题。我冲下楼，将手机扔进垃圾桶。医生推断我可能最近压力太大，造成了记忆力混乱，给我开了安神的药。小鹿和韩雪因为害怕也各自回了家。被丢掉的手机又莫名其妙回到我家桌上，那诡异的笑声也常常在夜里响起。家里的物品长腿一般变换位置，我甚至开始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因为身体原因，我缺席了公考体检。妈妈担心我，想将我接回老家休养。在帮我收拾行李时，妈妈不慎将韩雪送给我的玩偶碰到地上，玩偶当即爆发出诡异的笑声，我吓得够呛，浑身哆嗦。妈妈却在玩偶里掏出一个微型智能音箱，这种音箱能够远程遥控，按操作者的指令发出声响。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，面色惨白地看着妈妈，嘴巴发干地说：“不会吧？”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报了警，警察的调查结果更是让我大跌眼镜。原来一切都是小鹿和韩雪搞的鬼，他们嫉妒我即将拥有公务员铁饭碗，就制造了一连串灵异事件。韩雪先是把玩偶当作礼物送给我，在吃饭时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我的手机，在我拨通电话时也是他在装神弄鬼。因为我对他们的信任，给过备用钥匙给他们，手机密码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设防，于是2人经常半夜偷偷跑来我的家里。其实那晚的笑声他们也都听到了，只是故意吓我，让我掉进他们一步步设下的陷阱。我还是将2人告上法庭，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如果你遇到陌生人敲门，或者听到外面的哭闹声，请千万不要开门，因为恶魔很善于伪装。亲爱的独居女孩，以下的规则请你务必严格遵守。1. 请优先选择治安好的小区居住，最好是有安保监控。入住后请立即更换门锁，并且妥善保管好钥匙，因为恶魔会趁你疏忽的时候潜入你的家。2. 如果你家里用的是密码锁，请记得定期擦干净指纹，定期改密码，因为恶魔会在走廊的某个角落窥视着你家的密码。3. 当你发现家门口突然出现了小广告、宣传单，或者墙壁上出现了莫名的记号时，请第一时间清除掉它们，它们很可能是恶魔留下的狩猎暗号。4. 如果你感到害怕，可以在门外的鞋柜上放上几双男士的鞋子，鞋子要记得定期更换。5.
收快递或者外卖时，请要求物品放在门口，在确定他们走远后，迅速打开房门将东西拿进来。6. 请不要把生活垃圾随意扔在门口，要及时将它丢到楼下的垃圾桶，因为恶魔可以根据垃圾的状况判断你的生活状态。7. 在社交网络发布照片时，请不要暴露家庭住址和标志性建筑，尤其注意镜子等物品的反射，因为恶魔像是惹人厌的老鼠，无孔不入。8. 如果遇到水管爆裂或者断电的情况，请直接联系物业，不要打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更不能让他们登堂入室，因为恶魔会伪装成各种职业。9. 当你发现被跟踪时，请不要直接回家，立刻进入人多的商场、超市求助，因为恶魔都惧怕人多的地方，他们见不得光。10. 如果遇到有人找你帮忙，可以打电话替他们报警，千万不要陪他们去陌生的环境，因为恶魔很喜欢消费你的同情心。11. 防狼喷雾、电击棒请随时携带在身边，在真的遇到恶魔时，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跑时间。亲爱的姑娘，请把这些规则也分享给你的闺蜜朋友看，愿你所遇之人皆为良善。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5迷3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地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怕。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不怕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丫丫脸色发白，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我们在网上看见的，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点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，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，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，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她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
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女儿因为好奇，用手表拨通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而电话那头的人威胁会来找她。我得知此事后，愤怒地打了回去，然而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我吓得把女儿的手表甩出很远，手机也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当我看到家长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刘晴失踪了。今天丫丫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，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？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斟酌许久，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。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他说了，电话里能听出他很着急。丫丫妈妈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方便现在去你家细聊吗？没一会儿，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。起初他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，直到我把丫丫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他看，他皱了皱眉，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刘晴的爸爸，你有没有找过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狠厉：是不是你把我家孩子带走了？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喂，看着他死死地盯着手机，我在旁边轻声地问：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？丫丫今天跟我说，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。谢谢你提供的消息，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说完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次打开家长群时，我发现群里炸了，刘晴依然没有消息。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，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。根据孩子们反映，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。很快到了周一，因为堵车，我错过了丫丫的放学时间。我给丫丫发过消息，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我提心吊胆起来，颤抖着掏出手机给丫丫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可惜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又联系了老师，老师说丫丫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。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，顿时如坠冰窖。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，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丫丫的身影。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。大约过了3分钟，丫丫的电话手表响了，她似乎犹豫了许久，才接起了电话，随后面色苍白地消失在视频中。我慌不择路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开始寻找丫丫。天越来越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直到发现丫丫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，一股腥甜味从心口涌上来，眼前顿时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丫丫竟站在我的面前，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感觉到丫丫手心传来的温度，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我哑着嗓子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是刘晴给我打的电话，她迷路了，让我去找她。女儿闪着泪光地说，当时丫丫走到巷子里，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温柔地告诉丫丫，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，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，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。丫丫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，这个认知让丫丫惊出一身冷汗，小脸皱成一团。阿姨，我鞋带松了。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，丫丫灵机一动，女人刚放开她的手，丫丫拼命朝超市奔去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。丫丫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多亏她有惊无险，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后来刘晴被找到了，可惜早就没了呼吸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，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，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，随后找各种借口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。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我被短信提示音吵醒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：亲爱的，你睡了吗？我订了你最爱吃的猪脚面。我翘了翘嘴角，随后又瘪了下去。猪脚面的确是我的最爱，可这个发消息的人是谁？发错了，我回了一句，蒙头继续睡觉。我刚要睡着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有些抓狂。谁呀？我烦躁地应了一声，外卖。先放门口吧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外面的人应了一声，接着没了动静。我跳下床走到门口，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我根本没订餐，哪里来的外卖？紧张的气氛瞬间被拉满，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蹑手蹑脚地透过猫眼看向外面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。我迅速把外卖袋拿了进去，猪脚面还是我最爱吃的那家，不会是刚才发消息的人订的吧？正疑惑间，面好吃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家地址？我皱紧眉头，思索着是不是哪个朋友无聊的恶作剧。电话却突然响起，盯着手机半晌，我还是接起了电话。佳佳，原谅我吧，我是爱你的。一个充满磁性的男声响起，我张大了嘴巴，他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。哎，你肯定是找错人了，别再找我了。
我很是反感的解释。别闹脾气了好吗？这人神经病吧？如果你是恶作剧的话，请适可而止。你这已经是骚扰了，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就将号码拉黑。次日早上，手机再度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接起了电话。唐女士，你的鲜花麻烦签收一下。跑腿小哥机械地说：“怎么会有人送花？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个人？”懵逼的我起床打开了门，看到跑腿小哥手里的花，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红色的包装纸下，一大束黄白相间的菊花，颜色的反差让这束花显得很诡异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旁边正在扫地的刘阿姨说了一句，我怀里的花就像炸弹，被我直接抖落在地上。这时电话再次响起，又是陌生号码，我气愤地接起电话。喂，唐佳佳，你是不是唐佳佳？女人愤怒的声音响起，我愣了2秒，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蹙起眉头犹豫地问道：“你是？”唐佳佳，你这个狐狸精！女人爆了粗口。你有病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我被她气得够呛，母胎单身24年的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：“你少在这给我装像了！那个渣男又是给你订饭又是打电话，你真是不要脸！”电话那头，女人的火气很旺。听了她的描述，我豁然开朗，原来她和昨晚上那个人是一家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们再骚扰我真的会报警。臭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，从来没被人这么劈头盖脸的骂过。我脸色涨红，气得眼泪都泛了出来。你是不是得罪谁了？刘阿姨递过来一张纸。哎，别哭了，我帮你把这花扔掉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有些害怕，随后又安慰自己，倒霉是不会都让我碰上的。谁知次日一早，我刚走到单元门口，一个凶悍的中年妇女从角落里窜出来，用力抓住我的胳膊，大声地吼着：“你这个小三儿，终于让我逮到了！”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我挣扎着摆脱女人的束缚，狠狠地瞪着她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少在这里信口开河。中年妇女一脸鄙夷：“现在的小三真猖狂啊，提上裤子就想不认账啊！”她的声音很大，立即引来众人围观。你认错人了！我涨红了脸说。女人根本不听我解释，钳着我用力往外拖。我急忙呼救，却没有人愿意帮忙。大姐，把你男人喊出来，我们对视一下。我决定反向自救。女人愣了一下，猛地停住脚步。我顺势挣脱她的束缚，和她拉开距离。周围有人窃窃私语，怀疑可能是女人认错了人。听到有人向着我说话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女人甩了甩头，冲着人群里吼了一嗓子：“赶紧滚过来，别做缩头乌龟！”顺着女人视线的方向看过去，一个缩头缩尾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。我看着他，迅速进行了人脸搜索，确定根本不认识他。男人看了我一眼，窝囊地说：“老婆，别闹了，我……”男人的声音我莫名觉得熟悉。女人暴喝一嗓子：“你出轨的时候想过我会闹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！”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大声辩驳：“佳佳，咱们的事儿他都知道了。”男人急得直跺脚，貌似小声提醒我。听他喊我名字，猛地反应过来，这几天给我打骚扰电话的就是他。你们是一伙的！我怒怒切齿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是骗子！”可惜我的话没能激起一点水花，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看热闹似的在一旁举着手机，鄙夷、唾弃、不屑。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我再次呼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突然，刘阿姨冲出来拦在路中央。哎，你说他是你的小三，那你能说出他的具体情况吗？刘阿姨怒视男人，问了他一大堆问题。男人被问得有些慌神，根本答不上来。女人骂刘阿姨多管闲事。我已经报警了啊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刘阿姨挺着胸膛说：“听说警察要来。”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松开了我。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叫嚣着慌乱离开，直到他们消失不见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刘阿姨扶着我：“别害怕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听着她温柔的语气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今天多亏了她帮我摆脱困境，否则我早就被这骗子拐跑了。刘阿姨帮我送回了家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然后递了一张纸巾给我。一股特殊的香味袭来，突然眼前天昏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刘阿姨诡谲地看着我笑，眼里的寒光阴暗逼人。我一脸震惊，不甘地闭上了眼。你们回来吧，搞定了。猛地睁开眼睛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我看着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如果按照刚刚的剧情，我的呼救只会引来刘阿姨，然后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带走。我心一横，将男人旁边彪形大汉的手机夺了下来，用力的摔在地上，狠狠的用脚去踩。叫你拍，我叫你拍！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
彪形大汉根本来不及阻止，等几个人反应过来时，手机已经粉身碎骨。你赔我手机！彪形大汉冲过来要拉扯我，我眼疾手快躲在男人身后。彪形大汉薅住男人的脖颈，狠狠地说：不赔我手机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，让警察管管。听着悦耳的警笛声，我终于安心下来，颤抖着不停地对着彪形大汉道谢。我居然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，一个男人手握棍子对倒地的女人一下下砸去，我害怕地蹲下来，慌乱下碰翻了旁边的花盆，闹出了很大的动静。凶手突然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凶狠地看向我，下一秒一颗石子打在阳台的玻璃上。完了，这是要被发现了吗？额头瞬间冒出一层冷汗，我小心翼翼从阳台挪动到门后面。就在我准备打开手机报警的时候，忽然身后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，又一个小石头从外面打碎了阳台的玻璃，血一下涌上我大脑。一个可怕的想法浮在我脑海里，凶手或许在试探，也在确认这到底有没有目击证人。若此刻我起身的话，一定会暴露自己。可就在此时，我再次听到石头敲碎玻璃的声音，只是这个声音来自我楼下的邻居。难道目睹凶杀案的不止我一人？我躲在门帘后悄悄站起身，微微往阳台方向看去，却发现凶手已经不见踪迹。他去哪了？该不会潜入这栋楼了吧？这个念头让我害怕的直吞口水。我一直趴在猫眼上窥视门外的情况，握着水果刀的手心上全是冷汗。昏暗的走廊空无一人，我握着门把手一直守到天亮，平安无事。一夜未睡的我精神依旧高度紧张。此时楼下传来警铃声音，我跑到阳台望去，楼下已经被警戒线围起来。我走到楼下，隐在人群中，看着警戒线里的勘察人员在现场取证。真是造孽呀！谁这么残忍呐？周围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。在人群中，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黑衣男子沉默地看着女孩尸体，他的身形像极了昨晚的凶手，而他前面站着几个制服大叔，只要我大喊一声，他就能被抓住。凶手在犯案后都会回到案发现场，看看自己是否有疏漏。他压低帽檐，藏在人群中，看着近在咫尺的凶手。我选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直到他悄然离去。比起见义勇为，我选择自保。一个刑警循例盘问楼里的居民，我看见住在我楼下的男子表情有些怪异，而他同样用难以言喻的眼神看着我。昨晚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？没有。死者是不是住在你们这小区的？我搬过来没多久，不太清楚。刑警走后，邻居男子走到我身边，眼里都是不安。昨晚你也看见了是吗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眼睛四处乱瞄，寻找黑衣男身影，生怕邻居男的话被凶手听见。邻居男越发靠近，不依不饶地抓着我的手臂，嘴里重复着那句话：我听见楼上有玻璃破裂的声音，是你家吧？所以你也看见了，你也清晰地听见了。我不耐烦地推开男子，但心里已经疯狂地点头。是的，我瞧见了，我还发现了凶手就在附近，但是没告诉警察，因为我怕死啊。这句话埋在我心里，一直捶打着我的负罪感，直到邻居男无意说了一句话，让我毛骨悚然。我知道你看到了，你说他会不会来杀我们灭口？我害怕地看了一眼男子，和他保持一段距离，转身快速离开小区。晚上下班回来，尽管心里害怕，可我的余光还是不自觉地扫向警戒线里面。尽管地面的血迹已经干涸，可猩红的颜色还是让我脸色惨白。我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走进电梯间，电梯即将关闭的刹那，忽然一只手伸了出来。我居然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，而凶手似乎发现我了。在电梯即将关闭的刹那，忽然一只手伸了出来，我紧张地向后退了2步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时间快来不及了。原来是外卖员，他头上戴着黄色头盔，手里拎着一袋外卖，但他的眼睛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我的心里隐隐不安。电梯缓缓上升，等到了3楼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个外卖员并没有按楼层。4楼到了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可我的腿却像灌了铅一般，根本挪不开步。外卖员带来的压迫感几乎让我窒息。你的楼层到了。外卖员低沉地提醒我，随即他的手伸到了前面，我吓得险些尖叫，身子不自觉地绷紧。下一秒他按了数字5，又把手缩了回去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假装镇定地走出去，却一直徘徊不前，直到电梯门完全关上，我才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第2天，我刚下班回家，急促的警笛声响起，小区里又出事了。昨天和我说话的邻居昨晚被杀了，凶手伪装成外卖员敲开了他家的门，他在报复目击者。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？我害怕的心都要跳出来，瘫在床上用被子裹紧自己，还觉得寒气不断地侵蚀5脏6腑，这一切太可怕了。电话不合时宜地响起，太过紧张的我忽然手一滑，手机掉到地板上。我弯腰低头捡手机时，恐惧从血管迅速涌上我大脑。手机背后的镜面上赫然出现一张模糊不清的脸，那张脸就藏在我床底下。
我惊骇地瞪大眼睛，身子微微颤抖。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，我佯装若无其事地接起了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快递呀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取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卧室，心却像是在刀尖上狂跳。走出家门后，我一路狂奔，冲下了楼，鞋子都不知何时跑丢了一只。警察来我家里进行了搜查，可男人已经逃匿。根据床下的灰尘痕迹显示，曾经的确有人躲在这里。我不想死啊！我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没敢把之前看到凶手的事情说出来。家里是不敢待了，我只能跑到了表哥家去借宿，这也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下来。第一晚睡得格外香甜。第二晚，我正打算睡觉，业主群里突然发来几条消息，我放松的神经再次绷紧，用力握着手机。听说保安老刘被人杀了，这种事可不敢乱说。最近咱们小区人心惶惶。接着，一张图片被发到群里，老刘仰面躺在地上，满头的血迹，眼睛瞪得格外圆，一脸不可思议。我吓得直接将手机扔在沙发上，因为老刘竟躺在我家门口。这绝不是偶然，凶手其实想要除掉的是我。这个念头让我毛骨悚然，我一阵眩晕，浑身止不住地颤抖。我赶紧反锁了大门，又把窗帘拉好，尽管这样，还是浑身发抖。用力的敲门声让我的心脏漏了好几拍，我下意识地看了时间，晚上11点，空荡荡的房间里，这诡异的气氛让我汗毛竖立。我用手捂住耳朵，企图将敲门声屏蔽。手机突兀地响起，是表哥打来的。我慌得吞了吞口水，瞄了一眼门口，迅速按了接通键。喂，怎么不开门啊？睡着了吗？我没带钥匙。我起身向门口走去，但凶手带来的阴影让我小心翼翼地趴在猫眼上向外看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表哥无奈地站在门口。看清他的脸后，我稍稍放松了警惕，将门打开一道缝。表哥还没来得及迈步，就被一个黑影揪住头发，一刀割喉，直接栽倒在地上。随后，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猛地伸进门缝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正轻蔑地看着我。那个凶手真的找来了！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用力推着房门，可怎么也关不上。男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对准我的脸狠狠地甩了一耳光，天旋地转间，一把冰冷的刀刺向我的心脏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捂着心脏的位置，那痛感还在，我疼得吸了一口凉气。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，不宜有大幅度的动作。一个医生模样的女人说。此时我才留意到自己正在医院里，周围站着警察和医护人员。凶手抓到了吗？我紧张兮兮地问。一名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们赶到现场时，凶手已经逃走，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我哥呢？他人没事吧？我望着他们，眼睛里写满了期冀。宋女士，很抱歉，他被凶手当场毙命，请节哀。听到这个噩耗，我失声痛哭。能活下来实属侥幸，因为我的心脏在右边，凶手刺穿的是左边。看着之前的那个刑警也在，犹豫再三，我最终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包括凶手的长相告诉了他。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听完我的话，警察激动地问。我太害怕了，我不敢。我特别愧疚的小声解释。真是糊涂，如果当初你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，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发生。的确，那个女孩遇害时，我们都选择了装聋卖哑，不敢报警，也没人去作证，这才让凶手逍遥法外，更加猖狂。我们不仅是受害者，更是命案发生的帮凶。在我提供的证据下，警方很快就瞄准了犯罪嫌疑人，他终究会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，而我因为自己的懦弱，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。